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哲学茶戏。今天这一场是第39场，也是2020年的最后一场了，所以是压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家园，我在槟城。然后今天茶戏的幕后的控台在吉隆坡。今天线上还有2个主讲人，就是我们的铁志在屏东，还有我们的主讲人之一，另外一个主讲人就是君慈，人在台北，所以我们好几度同时来在这个空间里面交汇、交融、交流这个课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难得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也邀请大家，在线上的朋友们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让我们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好不好？那让我们感觉你们的存在。好，我来介绍一下哲学茶戏。哲学茶戏呢是由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主办，由元首文创基金会策划和执行，是一个系列的沙龙讲座。那是以人文、艺术、历史、文学，各个领域范畴来探讨思潮和它的社会价值。所以呢，我们邀请了台湾非常杰出的个人和单位来到交流，然后我们希望促进马来西亚和台湾的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所以今天非常难得，我们有这一场讲座，主题是杂志的视觉呈现和美学精神。我们以台湾现在最火红、最新的一本文化杂志来介绍给大家 ，Verse， 以他们的这个整个设计的整个杂志的设计的呈现，来给大家深刻的一个剖析和他们的整个创办的理念。好，在还没开始之前，我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在这里宣布，就是首先今天有彩蛋哦。所以今天来参加的所有的朋友们，来参加哲学茶戏的朋友们，只要今天你们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里面留言什么呢？留言以茶会友沙龙雅聚这个字眼，那我们就会送出一本非常非常特别的书。我们请我们的后台对，就是这本书就是叫做两晋。两晋就是代表什么呢？这个就是马来西亚和台湾两地文化人的在地创想。我们访问了这本书里面的季节，收录了我们访问台湾和马来西亚两地一共13组人，在记录着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做的这些文化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大家可以看一看里面的一些版页的介绍。内容非常广泛，主要的还是以设计类，然后地方创想，然后还有就是媒体各个类型，非常重要的一本出版，在今年10月里面，所以这本书是我们只送，没有卖的。所以呢，只要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里面留言，我们会送这本书给大家，一共40本，谁先留言，大家等一下我们会收集名单之后，会有专人来跟你们联系。那今天讲座的过程当中，只要大家有什么疑问，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都可以留言，都可以发问。那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会收集，然后等下会在问答跟交流的环节里面由我来念出。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让大家有机会获赠这一本书，也有机会获奖，好不好？所以今天这一场好值得赚到了。然后好，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希望这个直播呢，大家分享出去，让更多人有机会来参与和来观看。我觉得这一场非常难得，我们今天和台湾和台北连线的这一场直播的活动。另外就是好，那我们很快就要进入这个讲座。首先我们在还没有我应该要介绍一下。就是今天的2个主讲人，就是Verse 的设计总监李君慈，还有 Verse 的老总，就是 Verse 杂志的社长兼总编辑
张铁志先生，非常欢迎你们2位。现在铁志人在屏东，君慈在台北，所以呢，好，我们首先在君慈还没有发言之前，在还没有分享之前，我们请老总铁志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一本这么新颖、这么崭新的一本文学，不是文学，不只是文学，应该含过文化的杂志，这么新颖的一个杂志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回响非常之大。第一期在台湾基本上已经卖断市了，所以现在在加印。然后第2本正在热力的抢购当中，所以这本杂志是创办的初心和理念是怎么样的呢？好，我们很快我们请铁志来跟大家分享，谢谢铁志，请。谢谢家园，谢谢我们文化部中华民国文化部驻马来西亚办事处文化组的邀请，以及哲学茶席的主办。那家园是老朋友，其实所以声音清楚嘛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我相信在座的在听的很多也是马来西亚的老朋友。去年的此时，我就正在马来西亚的槟城跟家人一起举办那个咖啡阅读节。那所以今年还没有机会去，不然过去几年每年都去马来西亚，不管是槟城或吉隆坡，所以今年没有去很可惜，但很高兴用视讯的方式跟大家介绍。我自己在今年初举办了这个新的媒体，叫做 Verse。那各位都知道，其实在媒体非常多年，而且参与过不同的媒体，从在香港的号外杂志，到在台湾做过时尚的、做过新闻的。那也有些朋友知道，上一个杂志叫《新活水》，从2017年到2019年，我自己担任总编辑。新活水其实当时算是 Verse 非常重要的一个前面的实验。那时候我们做的就是一个双月刊，希望用新的视觉去讨论台湾新的文化议题。那为什么我去年底会离开原来的机构，要创办一个新的文化刊物？其实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是希望把文化带得更远，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文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让文化不是只被文化界的朋友看到，而是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包括商业新创圈的人可以看见。所以在这一本呢，我们做的希望它就更混种。所以一开始的定位说 Verse 是一个全新的混种文化杂志，它里面有固定有除了文化传统想象文化艺术以外，还有很多商业内容。那关于商业内容，我们关注的也是商业跟设计、商业跟艺术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做比较 lifestyle， 但是这些 lifestyle 都希望深度报道。所以第一个，我想 Verse 特色就是说它是混种的。第二个，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时代可以做 culture journalism， 所以大部分我们都希望做比较深度的报道。那每一篇的这个页数也都比较大，因为不只是希望深度，也希望让设计师、让影像可以发挥魅力。那我现在可以看一下我的简报吗？然后这个其实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第一页下面一页。另外就是我觉得台湾这10年来其实变化，所以这是前面的新活水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可以往下跳到 Verse 的部分。那我想这10年来台湾变化非常大，就像马来西亚一样，我比如说文创文化变成一个新的关键字眼。那另一方面呢，新创商业新创也是一个新的时代关键字。再来呢，就是说很多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理念都在不同的被探索。在台湾，从土地议题到同志议题等等。可是我总觉得好像并没有一个新的媒体去回应这个新的时代的变化。麻烦简报我们往下。对，这边，对，下一页。那其实不容易啊，大家都我们用线上这个，所以很多的这个大家要习惯，我自己也不是很习惯线上的分享所以请大家接受。那对我来说，面对一个台湾新的时代，我们有没有可能有新的问题意识，一种找到新的语言，用一种新的美学去呈现这个新的时代形成？这个其实 Verse 想做的事情。那为什么叫 Verse 呢？其实这个名字大家知道，想名字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下一页。那当时想这个名字，一方面这个 Verse 的英文是比较正式的解释，当然说它是诗或歌的一段。那我觉得我们做一本杂志，也是1年6本嘛，我是双月刊，其实也就是一个段落。那每个段落其实像诗歌的一个段落，组合起来就像是一首为时代写一首诗歌，所以当时就取了这个名字，而且觉得这个名字在设计上可能蛮好看的，像 V 开头。那后来君子帮我们做的这个 logo 的确也非常好看。好，下一页。
那我们想做的理想是以文化为核心，书写时代精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刚刚说过，我们想做文化不只是传统想象中的表演艺术、视觉艺术，而是从文化这个概念去理解这个时代，从政治、公共事务到新的商业模式，到新的生活方式。因为我想文化，因为很多人问我说，哎，什么是文化？我想文化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它是关于我们是谁，我们的 identity，who we are。所以它是最根本的问题，它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我们所在乎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呢，文化，我们这么多的文化创造者，它也是让我们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可以走得更远。所以我觉得文化这个是非常的有意思，它一方面又是非常根本的，另一方面它又是非常超越我们现在现实的能量。下一个，谢谢。那我们希望我们这里面，我们其实团队很小，非常小。我去年这个创业就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合资，那我们是用双月刊的方式，所以人不多。像我们有今天在现场的这个非常厉害的设计总监李君慈，另外的杂志的编辑呢，除了我之外，也只有2到3位，而且都是兼职的。可是每一位呢，都是我觉得把编辑跟设计当做一种技艺、一种 craft、一种职人精神啊，所以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我觉得2个月双月刊也是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挖掘故事、去采访、去编辑设计。当然到最后都永远是不够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在这个时代去实践一种慢新闻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我也觉得对读者来说也是一样，因为在这个时代，我跟很多人一样，每天也都是在社交媒体上面转来转去，不管是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我每天都这样。可是我们也渴望更深刻的、更有丰富内容。譬如说，我们就很希望，哎，Verse 是一个双月刊，你可以在2个月内慢慢的阅读，你可以每个周末阅读，可以每个晚上阅读1篇，去理解当代台湾或者世界发生的文化的故事。我们在为了采访这个上山下海去了很多的地方。那下一页，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第1期的内容。那为什么还要做纸本杂志呢？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只是一种老派的浪漫，而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数位时代，纸本还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尤其当你要把内容做深，我觉得纸本是很重要的。因为网络也许可以做一个5篇文章、6篇文章的专题，可是如果你要做10篇文章，在网络大家一般读者就不是这么耐性。而且如果像我们现在每一期封面故事可能都要50页、60页，在纸本上它有比较大的一些变化空间，从设计上，在网络上这个都不是非常容易。对我们做编辑来说，如果它内容要深，你就必须用更多的方式，不同设计的方式，编辑角度去呈现不同故事的可能性。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所希望做到的。下一页。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杂志，我觉得它必须是有立场、有态度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们1年6期杂志，每一个封面故事都希望是一个 statement， 是一个宣言，是一个对时代的提问。例如在我们的第1期，我们第1期叫做 Why Taiwan Matters， 台湾对世界的独特价值。下一页。那为什么叫这个故事呢？是因为这半年的疫情，那当然马来西亚最近也大家还是这个疫情还是颇为严重。那台湾可能比较幸运，比较幸运，所以在这个虽然受到很大的影响，可是在这过去半年，台湾也发现它重新被世界所认识。那台湾人其实总是非常的焦虑嘛，今天是我们的国庆日，我们总觉得世界上不容易看到我们，所以今天透过这个疫情重新看到我们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我们到底要跟世界沟通一个什么样的台湾故事，什么样的台湾价值？所以第1集是关于这个，那我们就寻找下面这个故事。下一页。所以在我们第1期里面，封面故事里面有前副总统陈建仁先生，因为他是台湾公共卫生专家，他来谈台湾价值，他也长期关注人权。那另外我们有几个主要的封面故事，等一下跟大家介绍，还邀请了不同国际的朋友，从日本的支台记者到柏林的独立杂志，就希望让这个面向打开，看看这些外国朋友怎么认识台湾的。那以这几个封面故事来说呢，下一页，我们第1个封面人物也是封面故事，就是唐凤。唐凤在台湾现在担任这个政务委员，负责数位方面。但另一方面，他自己有个特殊身份，他是一个跨性别的。然后他第2个，他又长期来说，他在推动科技，在深化台湾民主，推动这个 open government、open source。所以对我来说，他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当代的一个象征，不管在身份认同，或是把科技来深化民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选择的封面，然后内文也做了一个非常深度的报道。那在第2个下一页，我们这第1期总共做了3个封面，那当然内文都是这些有深度的封面的故事报道。第1个封面呢，我们
选择的是云门舞集新的艺术总监郑宗荣。我想在马来西亚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云门舞集，也非常熟悉林怀民老师。跟大家还不这么熟悉，林怀民老师在去年退休了，正式交棒给云门舞集的这个史上第2任艺术总监，就是郑宗荣啊。那宗荣其实在过去也有在云门也非常久了。那我们认为他是台湾非常代表性的一个面对世界的艺术脸孔。然后这个摄影师，各位看到，其实每个摄影师都不一样，因为我是说我们的编辑部非常小，所以跟不同台湾最优秀的摄影师、作家、插画来合作。像这个摄影师是有些马来西亚朋友也很熟悉的香港著名的诗人摄影师廖伟棠先生啊。那下一页，然后我们第3个封面故事可能更特别了，可能在马来西亚朋友也比较更陌生。他是一个台湾的原住民，他是一个厉害的厨师，但是呢，他是受fine dining训练的一个厨师，但是选择不在大都会开高级餐厅，而是在他的家乡，在屏东山上的部落开一个算是高档的餐厅。因为他说他不想要去都市，他希望所有人因为他的料理，因为他的手艺，来到他的家乡，认识他的部落，他的土地。那这个餐厅呢是叫 AKAME Akam， 是原住民语卢凯族语，是烧烤的意思。其实上它并不是一个台湾大家熟悉的，虽然在老饕界是颇负盛名。那我们说这个，说实话，作为第7封面也很大胆，因为这些并不是一个所有人都熟悉的面孔，所有人都熟悉的名字。可是我觉得这3个构成了台湾非常重要的3张脸孔，3个角度，从人文与科技到艺术跟土地，然后 Akam 它这个从土地出发的料理。所以这3种面向是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啊。然后也必须跟大家分享，其实一开始我们没有想到说这个杂志在台湾会有多大的影响。其实当时我们就觉得做出我们想要的东西是最重要的，但没有想到，包括 Akam 这个封面在台湾的许多排行榜上，成品跟博客来都是第1名，击败所有的杂志。那我觉得这跟我们包括我们摄影师叫林科成对设计，他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有很强烈的关系。那在下一页，这个是我们的内文了，跟大家介绍。可是我想，对我来说，从在香港做号外，把一个时尚杂志转变成一个更具社会性的杂志，我有一个很核心的理念，就是我们要媒体必须跟时代对话。那另外一个刚才没讲到，也是今天的主题，就是美学上，我总觉得希望用新的美学方式来，因为毕竟设计其实是一种 communication 嘛。那其实要找到一个新的方式跟读者跟这个世界沟通。然后台湾可能大家很熟悉长期的一些设计的语汇，所以每一次我们都希望可以创造出新的语汇。所以当时在做这个杂志的时候，我就很早就想到是基本欣赏君池他这个设计师，然后就觉得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就希望说这个杂志我希望是更优雅、更成熟，可是还是要有一些反叛跟艺术性。因为我们希望不只是一本小文青杂志，而是希望它是更属于这个时代的，甚至是一本给大的文化杂志。所以这种大气很重要，可是要有一定的前卫性。然后等一下，也许有机会君去分享更详细。我觉得在很多的细节，它有非常厉害的经验，包括这个版面。我们这个版面是杂志的第1页，打开第1页，因为 Verse 是一个诞生于疫情时代的媒体。我从今年初开始酝酿，邀请团队开始准备，然后在8月创刊第1期。那这中间等于是台湾正经历跟全世界一样一起经历疫情，可是现在我们的疫情差不多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用这个照片，这是个消毒人员在电影院里面消毒的画面。那我在文字里面就写到说，过去半年，我们这一代人，包括这个网络前面的各位，我们可能遇到这一生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啊，大家受到最大的生活的限制。在台湾，我想在所有地方都一样，电影院、剧场、美术馆都空空荡荡的，那整个世界仿佛停摆。但现在台湾我比较幸运，我们一切都重新开始，人们重新回到了剧场，重新回到了美术馆，回到电影院。所以我觉得这个照片像是一个胎记一样，是个 birthmark， 要记住我们的经历过的这个时代。然后下一页，那我们的除了刚才每一期刚才那个照片叫 snapshot， 是一个时代的快照。那每一期有封面故事，刚才跟大家介绍过了，第一是 White Time Medicine， 那另外有4个主要的 section， 分别是 New Ideas， 我们谈理念，谈公共价值，谈公共议题。第2个是 Creative Business， 谈这个商业与设计、商业与艺术之间关系。第3个是 Art and Culture， 当然很明显。第4个谈生活理想的生活啊。那下面一页
像譬如说刚才说到我们第一期的这个 New Ideas， 我们有3篇大的文章，我觉得都非常棒，请下一页。那包括第一个是我们有来自斯洛维尼亚的一个台湾摄影师做的报道摄影，那这个做了到将近也是做了10页的这个报道摄影，他的照片都非常的震撼，拍土耳其、拍斯洛维尼亚当地的很多的人的生活的状况哦。所以他这个主题叫做怪力乱神，以此为一个重要主题。这摄影师叫张庸。那下一页，每一期我们会做一个 long interview， 一个针对台湾非常重要的创作者做了一个重要的长访谈。这是台湾的建筑师，国际上最负盛名的建筑师黄生远。好，下一页。那第二个这个 Creative Business， 我们也做了包括这个台湾最大的设计电商 Pinkoi， 下一页。然后再下一页，然后我们报道了台湾一个最酷的设计公司 JL Design， 它如何改造一个最老牌的证券公司，用设计跟品牌力量。好，再下一页，然后再往下，谢谢。然后我们在这个第3 Art and Culture 的部分，就有大家马来西亚朋友也很熟悉的客家的乐队哦，是钟永峰跟林声祥。下一页。对，钟永峰跟林声祥，那他们之前在马来西亚有表演过，也是我跟教练很熟悉的朋友。他们刚好今年发表新专辑，也连出装，所以我们有一篇深度的，也算是台湾最早的一个深度报道。那接下来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做的台湾4个女性的美术馆长的专访，这个是台北市立美术馆。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比较用美学的方式来呈现。那因为访谈内容非常长，所以就放在网络上。好，所以提醒大家 ，Verse 也有自己一个很棒的网站，也有很多自己的内容，大家可以上去寻找 verse.com.tw。下一页。那每一期我们也希望自己报道一个国际的媒体啊，也从我们角度深度报道。那这一期报道的是大家也都很熟悉的 Monaco， 所以我们因为疫情关系没有去伦敦，我们在香港采访了他们香港的一个主编，一位英国人 James。那这个报道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各位都知道 Monaco 是一个很特别的杂志，它没有 social media， 它没有 IG， 没有 Facebook， 但是它依然是全世界最成功的一个杂志。为什么？那这一期就深度报道。在下一页，那我们最后一个 section 叫做 Ideal Life， 理想的生活。那我希望做一点比较轻的东西，但其实比较轻的东西还是用比较深度的方式。譬如说，每一期我们有个栏目叫做买烫嘉义，买烫就是我的小镇，我的小城。那我就希望发展一个比较深度人文书写的方式去介绍这个不是大家最热门的城市。那第一期呢，下一页我们选的是台湾中部的一个地方叫嘉义市。那嘉义市呢，那我们的这个作者就从日本时代到这城市的产业特质，到他近几年的转型，然后到最新一波嘉义市美术馆的开幕，那照片也非常的精彩。所以希望用10页的故事来写一个城市的变化。在下一页，那我们每一期呢，这个是到第2期啊。那第1期也还有一些包括比如说餐饮的介绍，但是餐饮也是一样，我们是用深度报道写这个餐饮品牌策略。那现在呢，我们10月1号刚出了第2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封面呢，不知道马来西亚朋友熟不熟悉哦？如果你还不熟悉哦，那你一定要熟悉，因为他是今年，就是现在台湾最夯、最热门的创作歌手，他叫阿豹哦，他是一个原住民的歌手。那去年底发表了新的专辑叫《母亲的时候》，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它是一个全部用原住民母语的专辑，可是融合当代的很厉害的电音，非常具有当代跟前卫性，又有传统。那果然他在上礼拜台湾的金曲奖获得最多奖项，包括年度最佳歌曲、年度最佳专辑。那然后很多朋友都说啊，你们很厉害，因为我们这个杂志出现的封面预告的时候比金曲奖稍微早，所以出来之后获得最大奖。很多人说好像可以看到他，那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他。那我们还做另外一个封面，下一页是台湾另外一个歌手叫王若琳。那可能比较多人知道他，因为他过去算是主流歌手，可是他一直都是虽然是主流歌手，但他不但在做一些非常创新的甚至奇怪的，不管是演出或者节目。那也是因为我们第2期的主题是 podcast， 我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在马来西亚红不红，但在台湾这半年 podcast 这个事情成为一个新的非常有力量一种文化的形式，一种新媒体形式。那王若琳本身有做一些很有意思的 podcast， 所以我们就做这2个封面。那同样的，王若琳在刚结束的金曲奖也获得年度最佳国语专辑哦，
所以大家开玩笑说我们两个封面都大中，都好像猜中了。但我想真的不是猜，而是我们觉得想要关注新时代的文化创造者。那下一页。那第二期呢，我刚提到刚刚出刊，实际上在台北是10月7号才从印刷厂出来，陆续再开始不同的通路，所以如果有马来西亚订户朋友，应该很快可以收到。那这期呢，我们在 New Idea 上面做了一个比较环境的议题，是台湾在这几年有一个新的一种算是社会运动吧，是一种环境运动，叫手作步道啊，就是有这个民间的组织，他们尝试去用手作步道的方式去重新深化人跟土地的连接。好，我发现直播的画面都比较模糊，可惜。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的下一页，那我们做的 long interview 是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黄韵玲哦。黄韵玲可能大家比较不太确定的是，她过去在台湾在华语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创作的歌手、制作人。但她在今年4月呢，她接掌了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她担任董事长。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深度访谈，谈她如何从创作者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流行音乐的带领者啊，这也是一篇非常感人的一篇评论。因为这个流行音乐中心，我们叫北流，是9月刚刚开幕的。下一页。然后在这一期大家现在画面上会看到的是阿豹的一些画面，很简单。那总之第二期呢，我们也做了像商业故事，像台湾最大的音乐串流平台 KKBOX。那文化部分呢，我们当然有深度的，刚才说的阿豹的故事，然后呢，还有下一页，还做了这个一个艺术基金会，叫中泰艺术基金会。那这是一个在台湾这几年在建筑、艺术、城市改造都非常重要的基金会，也做这个基金会的深度报道。下一页，谢谢。那在这一次我们在做的 media， 做的国际媒体，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的，是在总部在伦敦一个机构叫 Stack，Stack 是一个平台，专门推动独立杂志，也就订阅制。如果你订阅 Stack，它每一个月会送给你一个不同的独立杂志，它像这个订阅平台的服务。那每一年也办这个 Stack Award，就是独立杂志大奖。所以这个平台我们也有人在伦敦亲自专访，谈杂志的价值。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专访，也推荐给大家。下一页。那这一期的这 Ideal Life， 我们做了一个像 Fika Fika 是台湾得到世界冠军的咖啡，那他们会带我们去寻访台湾各地特殊的咖啡，像现在在照片上大家看到的是在台东，这个他们说可以看到海的咖啡庄园。那其实每一期呢，我们不只做杂志，也做一些有趣的合作。像第一期我们介绍了一个台湾很棒的酒吧，我们就是酒吧合作一款酒叫 Verse 的调酒。那这一期呢，Fika Fika 这个世界冠军的咖啡，就跟他们合作一款咖啡叫 Verse 国境之南，是用台湾屏东的咖啡豆做了一款咖啡。那读者凭杂志就可以获得。下一页。好，那最后我想3分钟讲一下我们的想法。其实，在这个时代做杂志当然是一个老派事情，但是我们想做的不只是一本最好的杂志，我们想做的是包括1年6本的杂志书，还加上数位跟影音。那甚至我们还想做很多的文化体验、文化活动、联名商品。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文化不只是要被阅读，但有文化杂志让大家阅读杂志嘛，但我觉得不只要阅读，更要被感动跟感受。好，下一页，谢谢。就包括我们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网站，上面你看这个网站长得像报纸，我们用报纸的这种质感来设计一个网站。那上面有很多自己规划的文章跟专题的专栏，也请大家上去看。好，然后我们有自己做了电子报，在网站上可以订阅我们电子报，它有独家的内容，包括 Verse 每一期的故事活动，还有一些 Inside Story。好，再下一页。好，下一页，谢谢。那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有很多文化体验，像这个是跟刚才说的那个调酒很著名的酒吧 Traveling 合作的一款调酒叫 Verse。那我们还做了很多的文化活动，过去包括跟唐凤一起吃早餐，包括我们参与跟新老师店一起举办在屏东的南国漫读节等等。那其实每一月我们大概都有蛮多的活动，因为希望让读者感觉到这是一个具有文化创造力的单位。我想其实跟城市报跟槟城城市报有点类似，我们想做的不只是内容，或者说内容不只在媒体上，也在你实际的活动方面。下一页，谢谢。
对，我们可以介绍，这是我们举办的，刚刚举办詹宏志先生跟阿康他们在举办的一个宣医宴，就是上个月结束，在屏东现场观礼。下一页。那所以我刚刚强调说，那接下来看到是在第一期，我们跟台湾非常著名的设计师何嘉欣合作了一款海报，就郑仲荣先生几年前他有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在在路上，当年就是何嘉欣所设计的。那现在看到这个，就是他为了这个我们的订阅的读者，就订阅户在这个应该说升级订阅户就可以获得这个叫在路上的复刻版的海报。我们以后也会持续推出这种联名商品，跟设计师一起合作，创造出更多不同的物品。下一页，好，再下一页。那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排行榜上，就是算是很感谢所有的台湾的读者朋友支持。那我知道现在订阅部分也有很多的海外的朋友，包括马来西亚朋友支持，所以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在成品的博客来在排行榜上前两本，我们不同版面几乎都是第一名跟第二名，非常的。那其实也让很多人开始讨论，没有想到一个文化杂志还是有这样的市场，有这样的很多人愿意支持。那我觉得这反映的是我们自己的团队很优秀。也反映了台湾社会其实还是很多人渴望看到好的文化内容。下一页，好，再下一页。然后之前也很幸运的就是接受这个国际杂志 Monaco 的他们的电台的专访来谈这个，所以也有很多国际单位，包括像日本的鸟屋书店，后来也是因为听到这 Monaco 专访来跟我们下订阅杂志，所以也很希望有马来西亚朋友更多的机会可以有看到。对，如果在座有适合的朋友，也欢迎来进口我们的杂志，让更多读者有机会看到。下一页。好，所以我刚刚提到了，我们在订阅的期间，我们从7月中到9月底有做一个订阅的行动。那当时就跟6个台湾优秀设计师合作不同的商品作为回馈品给读者。好，再下一页。那当时也做了一个特殊的杂志盒，一样，这都是属于订阅期间的回馈商品。那对我来说，理念上，我们希望不断创造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行动，来让读者觉得这个单位是有一些创造力，不只在内容，不只是记录跟诠释台湾当代文化，更可以去记录、介入跟生产。我觉得这个是 Verse 真正想最后一页真正想做的事情我们希望变成台湾当代文化一个重要的一个诠释者、一个推动者。像最近我们参加很多活动，包括白昼界、台湾设计展，我们都参与了很多里面的活动策划。那最后有些朋友知道，以前我写过一本书，叫《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我想这当然不容易，就像一本杂志也很难改变世界。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今天我们所杂志里面的一段话、一张照片，如果可以触发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环境有更多的讨论，下一页，如果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里面很棒的不同的创作者，也许这样就已经足够，我觉得就很有意义了。下一页。那最后就是说，很多人说，在这个时候办一本杂志是一个很大的冒险，是很疯狂的事情。但我相信，如果我们不去冒险，就不会走得更远，就没办法看到更多的风景。那最后就是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交流，听到大家的 feedback， 觉得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那这是一个梦想，我觉得希望让文化被更多人看见。然后我们也希望不只是台湾文化，接下来我们有计划报道马来西亚、报道香港、报道日本。我希望可以变得更多有亚洲文化，在这个都有机会可以呈现。所以很希望疫情赶快结束，可以明年好好去跟大家更多的交流。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提供我们多不同的想法。在我们的脸书上，我们有很专业有网站，希望大家都来看。然后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这2期很高兴跟台湾非常优秀年轻的设计师君子来合作。那他其实不只是设计的才华，而且他其实很多时候对编辑的想法、对议题都有很多的思考，也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等一下听他分享，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谢谢。谢谢 West 的老总铁志，果然听了铁志这么说，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冰冷和疏离的年代，办杂志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温度的事情。期待大家一起来参与。好，我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因为铁志有一个逼不得已的情况，他必须离线，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个场交给君慈。
然后虽然铁志要离线，对，然后但我想说，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 Verse 的网站，Verse 的 IG，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有提出的那个两晋的那本书里面，我们也有非常详细的报道了铁志办杂志一路来的信念和他的理想和他自己的热忱在里面，所以有很多详细的很多更仔细的一些细节在里面，所以呢这本书也请大家来索取，好不好？好，谢谢铁志，谢谢。铁志，好，你一切小心了。好，其实大家那个有任何对 Verse 问题，在 Verse 粉专上留言，我都会看见，在我们的 Fans Page 我都会看见，所以我们可以保持持续的交流。好，哎，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相信在线上有一些人已经看过 Verse 了，但可能还有一些人还没有。但我是想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留言，或者是你们我们来代办一下，好不好？提示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大家如果有兴趣要订购买 Verse 的话，大家可以留言，我们来看看怎么帮忙你们连线到 Verse 这一块去。好啊，没问题，谢谢，拜拜。好，拜拜，铁志，谢谢，拜拜。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听了社长兼总编辑的想法之后呢，我们要回到最正题上了，就是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君慈，因为这本杂志我觉得是整个野心跟气度非常之大，一直想要开拓一个新的视觉，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次要讲杂志的设计，请君慈来分享，一定是最对的了。所以好，我赶快把时间交给君慈，君慈请。好，有那个简报吗？其实这一次要聊的就是 Verse 的设计，然后刚刚主持人有说，就是其实我同时也是有在做大致的封面，然后我怕比较多人不认识我，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君慈，然后是平面设计师，然后一直以来都是在做接案的部分，然后有做一开始接案是做书籍的设计，然后后来渐渐开始做关于活动啊，或者是展览视觉的设计，然后确实也比较开始关心一些自身相关所触及到的，比如说像女性的议题啊，或者是各种跟议题性比较有关的设计，然后最近就是有做了大致跟 Verse， 然后很刚好的就是大致的封面是2020开始做的，然后再来接上Verse 这个杂志。那我们看一下简报好了。然后 Verse 第一期的时候收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是大概听了铁志讲了他的想法，然后就觉得他是一个充满梦想的人，然后所以就是决定接下这个案子，然后并且把它执行完。总之就是在得知他想要做的内容非常丰富之后，我就其实是蛮苦恼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以一本杂志来讲，它算是蛮厚的。第一期有我看一下，有208页，然后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它其实已经有点像是一本书，就是那个分量感是蛮重的。然后所以我在想，如果是在我想象中的杂志会是比较轻松阅读的，那如果假设它的内容需要这么丰富，那我自然就在思考版型上它会比较有不一样的跳动，这是我在想的。然后现在在简报上看到的是3个封面。那我在设定 Verse 这一本杂志的时候，当时就是听到 Verse 这个名字，它是说跟诗有关。那我当时想到对于诗的想象是它的文体是一个
就平常我们在读诗的时候，它的文体会是比较不会是整齐的，所以在内页的设计上会是比较丰富。可是我就在想，假设如果我要在内页跟诗的体现那个丰富度的话，我就希望封面可以是一个比较有一个规律性的统一的调性。所以我在设定封面，它不会像我做的另一本我设计的就不会像设计大志时一样，它的自由度很高，它给人感觉会是很像是就是每一期不一样的颜色，然后不一样的摄影，可是它都在同一个规范里面这样子。所以在做彭天恩啊，或者是在做唐凤，甚至是郑宗龙，在思考这3位封面人物的时候，同时是参照里面他们编辑去采访受访者的个性跟感受，去选择他们当封面的时候的那个颜色。然后我当然也希望系列感的呈现可以再更快速的让读者可以抓到，所以我才会用颜色的方式去设定。也就是说，我当然也是期待 Verse 之后他们可能可以出他们自己从第1期到后面一直以来的颜色色票这样子。然后在做唐凤这一个封面的时候，特别可以聊一下它的封面的照片选择。其实当时有在讨论这张照片，然后确实有编辑会担心说黑白的是不是会有一点难卖。可是当时唐凤是台湾的一个我不知道唐凤在马来西亚是不是一个大家会知道是谁的人但是反正他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然后在台湾也一直都给大家很多在疫情上的协助或者是种种，然后会让人觉得甚至会让比如说像其他杂志也常常在把唐凤塑造成某一种形象。那我在选择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记得唐凤曾经在一个报道上，或者是还是公开场合上有提过，他觉得当社会跟自己对于这个社会大众如果有一个期待的落差，那就跟这个落差相处，因为这个落差其实是你进步的一种可能。那我觉得这张照片很像是我们从唐凤身上截取一些东西，然后也很像是我们放上一个我们想象中期待的唐凤。在做这个封面的时候，我当时确实就是很喜欢这张照片，并且觉得那是那个时候最能够代表当下的唐凤的状态的一个照片。可以帮我下一页吗？然后这是目录，然后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这样看是不是可以知道它会是横的。那就其实在设定，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设定到这个208页的杂志的时候，我其实是会觉得，就是如果一直就是顺顺的读下去，其实我是会觉得有一点辛苦的，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我不是一个很能够静下来一直很专心读书的，所以其实在第1期的内容上，你可以发现到有一些版型是你需要把书转一个方向阅读的，然后所以在目录上我也是采用了这样子的设计。然后可以帮我下一页。然后刚刚有提到这一个开门页，然后它是在讲说黑暗之后。那其实当时在做这一个封面这一页面设计的时候，其实我有大概读了铁志写的文章。那其实以英文片语单字来说，应该是要用 after dark， 就是这个单字片语应该是要这样子用。可是我当时在想，杂志在翻阅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是用这个方式看，所以可能会觉得是同一个横向阅读。可是在杂志，我们可能是这样子读过来，再读过来。那其实对应内文前面他写的东西是比较黑暗的，然后但是他在后面提到是关于 Verse， 然后他要开启崭新的2020他们的年代的时候，我觉得，所以我当时就把这个片语拆成2个单字当成画面的设计。
然后那时候也是觉得，因为也是说这个杂志是在疫情下诞生，所以有提到这件事，然后就选了一张正在消毒的电影院，然后电影院也空无一人，然后迎接着下一页是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开心的黄子佼的一个在吃东西，然后在聊台湾 matter， 他认为食物是台湾重要的东西，然后这个就是把沉重的结尾接近开头之后是一个比较欢乐的东西，可以帮我下一页吗？然后再下一页就是宜农的，就是回头，然后他认为思考是重要的。然后 Snapshot 这个单元，也就是我们固定把那时候我在设定的时候，就是固定把照片风格化，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快照，然后访问当期内容可能有参与的人，然后他们的一些对于这一期他相关的简述，或者是他对于一些东西的思考跟文字。所以当时在想的时候，我就希望他能够是被记得的，就是比如说到下一期，它也是可以是一个风格化的处理。然后再下一页，再来就是台湾 Matters 他们的主要是导文，可以帮我再下一页吗？然后再来是这一篇比较特别，是请了陈建仁写了跟疫情有关的文章，然后当时我也是觉得希望可以让它变成就是转个方向性的阅读。然后再下一页，再来进来就会是其中一篇的 cover story， 就是唐凤的开门页。那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是我的每一篇verse 其实有 cover story 有很多的专题，然后但是我每一篇的设计其实用的方式都非常的不一样。可以再下一页，然后再下一页，在内文上跟整个排版上，可以再下一页。其实是用比较不一样，比如像唐凤的话，他刚刚如果这样顺下来看，再下一页，就会知道是跟资讯科技有关，不管是排版方式啊，很像照片飞出来，或者是就是一些视窗啊之类的，他会用我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它，然后再下一页。唐凤接着下一页就是公民科技，它是在讲骇客文化。那因为是在讲骇客文化，所以我就把它做成网页，所以它也是一个直视阅读的，就是它要转一个方向阅读。然后再下一页，所以它整篇都会很像是跟电脑资讯有关的设计。再下一页，但是换到下一个。是在谈 Gogoro 的，就是在谈 Gogoro 的创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不会他就会直接跟前面的 cover story 有很大的差异，可以再往下，然后再往下，不好意思，上一页，其实包含在照片的选用上，我们也不会特别去选说一定要是。比如说执行长很清楚的脸，反而是那个气氛好不好看为主。然后往下，再往下。其实 verse 在编排 verse 的过程中，会发现其实蛮有空间去做一些关于情境的页面，比如说这是一个收尾。然后前面可能是 Gogoro 的机车，然后后面是因为当时他刚好也发表了自行车的部分，所以在结尾的收尾，他刚好用了一张，就是我选择用了一张他骑着自行车离开的一个照片，
所以其实是蛮有趣，就是他们蛮有空间让我做开头跟收尾。再往下，然后阿卡美是彭田恩，刚刚铁志有介绍过他，然后也因为在山上这张照片让我感觉能体现他们，因为这是他们在当时在采访的时候拍的。然后再往下，再往下。然后其实就是在设计这几页，可以再往下没关系。其实，在设计它这几个 cover story 都会发现同样的共通点，就是除了照片想要传递的资讯以外，它还是蛮有空间可以去做，就是情境的页面。再往下。再来是郑中龙，然后其实郑中龙那一篇就是完全使用红色的视觉去呈现黑白的照片，然后再往下，再往下，包含其实我其实都觉得。像这样的页面旁边只有放一张就是郑中龙小时候的照片，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画面是非常好看的。但我其实，在交稿的时候是会蛮担心，就是会不会觉得说，这样是不是放太少东西了？可是其实就是整个合作下来的空间其实蛮大的。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比起把资讯都塞满。似乎有的时候，你的资讯对应到文字上，然后文字上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呼应，然后即使只是一张小小的照片，我就觉得是蛮有张力。再往下，然后这是当时选的，因为其实拍的那个郑中龙的照片，其实我就是觉得站在他现在的角度来看舞者编排这件事情，这张照片是蛮有趣的。它当然不是很大的主体。再往下，就跟我刚刚提到的一样，就是其实在 cover story 上，它都给予蛮多空间是去做开门跟收尾，所以会让我觉得，在我在做的时候，会觉得它是一个在阅读上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经验。然后再往下，然后再来就是张庸的部分，再往下。其实张庸的照片是很特别的，他是在讨论恐惧，所以在设计版面上就是还是会用黑色的底这件事情。但在我之前曾经接到的案子是，确实是有遇过有些客户或业主认为，如果用黑底白字这件事情是会非常影响阅读的。再往下，然后再往下。其实像这一个单元，我的排法方式就会比较像是摄影杂志的方式去编排，就比较不会是用一个比较像前面的编排方式。虽然我走文为了要统一调性走文，我还是会用同样的方式去走，因为不可能让杂志的版式有太大的落差，让阅读的人产生困惑的经验。可是我可以呢，尽可能的在编排上，或者是在画面、照片呈现上，可以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再往下。再来就是 long interview， 就是这一篇是本来就是内文编辑就已经设定好会有一个叫做长访的一个单元，然后这一期刚好第一期是访黄声远，所以当时在做的时候就是希望他可以是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人是谁，然后这一篇是 long interview， 那也因为 long interview 的关系，他希望多的内容文字去呈现，也就是说他后面往下可以往下，
再往下就是带大家看完 long interview， 好，差不多是这样。然后但是就可以回上页，就是可以发现这一篇大部分都是文字，几乎没有什么照片。所以当时在考量做这一篇的时候，我就在阅读黄声远的文字的时候，觉得似乎应该要有一些截取黄声远所说的话来当做一个我们在反复全部都是文字的阅读下的一个平衡点吗？我不知道那个讲就是你读的时候不会觉得这个好，这里好不像杂志哦，这里全部都是文字，感觉很累。所以我在规划这一页的时候，就有请编辑特别帮我把他觉得重要的部分给画下来。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它会有一些黄色的底。好，可以往下。然后再来是右边这页，是他们每一期都会谈到一个，就是关于一个人的24小时。这个单元蛮有趣的，它不是在谈说一个比如说很知名的人，或者是大家都知道是谁的人的24小时，是可能是一个有趣的职业的人的24小时。所以第一期是在访霞海城隍庙文宣部部长。霞海城隍庙是一个在台湾非常有名的庙宇，它是拜月老的庙宇，也就是其实是一个大家都会讲出来都会知道的一个庙宇。然后没想到他们的庙宇里面其实有一个叫文宣部长的职位。然后下一页，然后所以就会有文宣部长的24小时。当时在规划这一页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从开始到他的睡觉的感觉去做的很像是大富翁吗？反正就是一格一格，他可以从1点2点他几点在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就可以从里面去细读说很有趣，就是他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情。好，那再下一页。再来就是 Pinkoi， 这一篇是我同事处理的，然后他是在每一个但是这个单元一开始的设定也是我在想说，因为他们希望每一期都去拆解一个品牌，所以在我想到的一件事是，在这一个开门页，我希望以后被 Verse 拆解过的品牌都会变它的，因为logo 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设计师，我自己比较清楚，大部分的人的 logo 可能会有黑白应用。那我相信应该基本上大部分的 logo 都会有。那所以我希望以后被拆解的 logo 都是以白色的 logo 为主，然后黑底，也就是说它正在被拆解，这个过程视觉化在开门页的部分，所以开门页也不会有照片，它就是一个黑底，然后跟一个当期要被拆解的品牌的一个白色的 logo， 然后再往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内容页的话，它就会是应用，比如说像 Pinkoi， 它第一页它虽然是白色 logo， 可是它下面就会是标题，再往下一页就会都是这些数字啊，都会是 Pinkoi 的标准色，包含下一期的 KKBOX， 它也是就是用 KKBOX 常见大家可以一开始就联想到的颜色来去做这些数据。在下一页。所以可能就会看到这些数据的呈现方式跟它的样貌会是跟 Pinkoi 有连接，可是在前面它却是被抽掉颜色的。再往下，再往下，再来就是罗生俊跟大庆证券，然后这个单元也蛮有趣的，就是在设计上面。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庆证券应该是一个很多长辈的地方。我其实没有想到设计可以进入一个偏很商业的传统文化之类。然后，所以在设计这一篇的时候，也用了一个比较跟大庆证券有一点距离的颜色，但是也都是红色为主。往下。再往下，对，就是其实大家看得到那个照片，其实都会发现，其实好像在看那个股盘的，就是那个叫做什么？
股票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一时之间，反正就是在看股票那个数据的人，可能都是会偏长辈一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有一个新的设计能量进入一个可能是比较不一样想象的地方，所以再往下。那包含像这样子的页面，它都我都还是有做一个收尾的页，收尾的结尾页。好，再往下。再来就是当时访问了馆长们的一个页面，然后这也是一开始设定的比较明确的一个页面，然后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刚好就是这几位馆长都是女性，其实也没有刻意要去谈说女生怎么样，但是就是刚好这几位馆长都是女性，所以可以往下，再往下，可能带大家看过这几位馆长。好，其实就是等于就是说我们在想这几位馆长的时候，就是把这几个颜色做出一个同色系，然后再把它放在同一个单元。就是其实刚刚大家可以看过，它就是都是一个蓝绿色系的颜色，然后去配对应的照片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做 Moloko Media 的部分。选 Morocco 这张照片很有趣，不好意思，可以帮我回去吗？谢谢。选 Morocco 这张照片会蛮有趣，是因为他们说，就是其实他们好像几乎都不会在办公室内，所以当时选了一张就是完全是没有人的办公室的照片，而且我当时选这张照片就是知道了他们其实都不在办公室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觉得这张照片非常适合，因为这张照片刚好他椅子被推开，他好像根本就是离开这个位置的状态，所以在选这个开门页的时候，就觉得这张照片很适合。再往下，然后再往下，对，所以然后也是因为要处理同一个，我希望让画面会和谐一点，所以在处理这一个单元的后续的照片的时候，我选了请摄影师将它调成黑白的。再往下，这个是音乐的单元，然后其实这一个单元也蛮有趣的一件事是写手的写法是，它是用 intro， 然后 code 1， 然后 2 3， 然后结尾这样子写，它的每一个单元前面都是用一个就是英文单字，然后是音乐的，比如像专辑的开头这样子的方式写。所以在排版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个比较像是播放器的意象的形象去做这件事。然后往下，我不知道大家这边看不看得到它如果你们有买的话，它上面其实是会是写 verse 1， 然后再来是就是它这边都会有写它的那个标题，然后标题前面都会有一个单字。再往下，再往下，然后因为它刚好也是介绍声响，所以这一个单元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呈现。再往下，然后后面隔壁一页就是荒岛唱片，然后所以那时候请了这个插画家画的，我觉得其实他画的非常好，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把它做成专辑封面这样子。往下，就是一个小单元，再往下，再来就是My Town进入这里，我觉得可以带大家看过，就是这一个单元，就是往下。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很会讲话。继续往下。因为他是在介绍嘉义市，所以其实我做的会比较像是，在同一个调性的原则下，但是把它做的像是有一点像旅游书，所以它会有一些介绍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的一个小的标签，比如像我们常看到旅游书会有这个东西，然后再往下，然后或是一些比较偏活泼的设计，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个两个人啊，然后他可能是上面的那个木根的主理人，然后他可能有讲话这样子，然后再往下，然后比如说是嘉义市立美术馆，然后是美术馆馆长，然后再往下，然后或者是鸡肉饭可能有讲话，所以就是整个调性下来，就是在同样的走文逻辑去思考，但是它可能会比较像是气氛上会像是旅游的单元，所以这个也是在第一期就是做好了这个设定，因为之后他们可能每一期都会有买趟这个单元。好，再往下，再来就是也都就是像就是介绍那个 daily 跟 Draftland。然后这个单元也蛮有趣，是因为他们会送一个调酒，就是 Rose 的调酒。然后，所以当时在做这一个开门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调酒一定要跟着标题，就是因为我担心大家要是换不到就糟糕了，所以我就觉得它一定要跟这个标题走。然后，所以我就把它做在同一个位置上。然后再往下，对，然后这里就是走文，再往下，再来就是也是一个应该是都会一直有的单元，就是在讨论不同的创意工作者的家，然后所以就当时是知道杜竹叶的家有就是 GQ 的总编辑，台湾 GQ 的总编辑，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装置，就是一个吊床，所以当时拿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就觉得它非常适合当一个跨页。再往下，然后再往下，然后还会其实其实杂志每一个单元都还会有一个小小的介绍，然后就是都是像右页这边，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像刚刚有那个荒岛唱片嘛，然后现在就还有一个就是类似是熏香疗法，然后是给编辑的熏香疗法，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单页的小单页，再往下，然后就是会有比较可爱的插画，然后跟一些很有趣的企划这样子，然后往下。再来就是专栏，然后专栏的设计就是也是同事负责的，然后但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开门页是我做的，然后进去之后，其实我们用了不一样颜色的方式去呈现，可以往下，就是这是宜农就是的专栏，然后就是接下来可能帮我顺下去带下去，谢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就是它在同一个调性里，然后但是它是渐层的颜色，然后也用了比较不一样的设计，然后去呈现这几篇专栏。所以每一次专栏，因为写手写的文字量不一定，所以我不可能把版型给太刻意的固定下来，所以最后它的呈现方式会是比较有弹性的，所以像下一期，虽然他用同样的方式让就是人家可以记忆住这个专栏都是这个色调的方式去呈现，可是它还是有一些排版的弹性。我刚刚看那边是因为我本来想要拿新的一期，然后所以就是可以帮我上页嘛，所以每一个人的名字其实都有不一样的字体。再往上。
想说让大家看一下。OK， 然后最后 ending 就是可以帮我到结尾页吗？就是上页，拜拜。最后一页就是食谱，我就觉得食谱蛮有趣的，就是最后结尾会是阿佑的食谱，然后第二期也是，然后他会想一个菜单，然后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呈现他想要做的跟当期有关的食物。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一期是在讲 Why Taiwan Matters， 他就是用 Why Taiwan Matters 的想法去做了一个这个食物，然后编辑跟写手也会写一下他为什么会做这个食物，然后像下一期是 podcast， 然后他就会做跟 podcast 相关的他觉得呼应的食物，就是一个简单轻松的单元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整本下来这样子看下来其实是蛮重，就是蛮厚的，也蛮多内容的，也蛮丰富的。然后其实对我来说设计这本杂志是蛮辛苦的，因为我觉得想要呈现的东西可能很丰富，但是希望不要让读者拿到的时候会就是觉得读得很辛苦，所以我还是希望在阅读的时候，阅读经验是有趣的，所以在设计上，但我同时也希望阅读经验有趣的过程，也不会觉得设计抢过文字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一直也在思考这件事，如果我的设计抢过文字这件事的话，会不会造成阅读上的困难，然后反而会让阅读的人感觉到就是很辛苦。虽然可能我选用的字集比较小，但是我其实觉得至少在我的阅读上是还算是可行的。然后我觉得在去平衡视觉美感跟阅读经验这件事情有试图去做一些协调，然后想说也让大家看一下，因为刚刚铁志的那个照片是 JPEG 档，然后我想说比较可惜是因为我刚刚不是有提到我封面会选用一些颜色，就是在我一开始设定这一本杂志就是希望可以用色票上的颜色去选每一期不一样的颜色，所以其实它我不知道照不照出来，其实它的颜色是荧光色的，我不知道这样看清不清楚，然后左右有点那个好，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我这两本的颜色会是荧光色，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这一期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版型，然后希望当然未来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去支持他们。对，差不多就这样，真的是比较不擅长讲话，所以真的是比较不好意思。不会，而且谢谢，而且又一个人，你知道空间很安静，我就觉得有点恐惧。不会，很多人跟你同在。谢谢金池。我觉得线上的反应还不错，还蛮多提问的。但我想先，因为我听了金池这么讲，我自己也看过了啦杂志，然后我其实当时也有很多好奇，觉得很多细节有点不露声色，但是听你这么讲，就知道很多东西可能已经处理过了。听你这么解释，确实是这样。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一个疑问，就是说，你会参与到摄影上吗？因为我觉得你对选图还蛮有想法的，就有很多跟内容上怎么结合的。那你会参与到摄影的前期吗？还是说是后来照片拿到手上了，你才会开始构想你的版？在设计 verse 的时候，比较有趣的一点是有时候可以在前期的编辑会议就已经参与，所以在编辑会议过程中可能可以
去推荐我觉得适合这一个主题的摄影，比如说编辑可能想出了这一个企划或者是这一个主题，那我再提供视觉上的需求，或者是去觉得说啊，比如说像要拍某一个人，要拍某一个受访者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好像蛮适合哪一个摄影师来拍这样子。但是如果有参与到前期，通常会是会是封面的时候，比较其他单元可能会是还是因为毕竟双月刊，其实它是一个时间很紧凑的刊物，所以我也不会。所以我不可能每一个单元都可以参与摄影前期，但是我可以在收到照片的时候，去评估这个摄影的状态，然后去选择照片，然后也会在比如说像第2期有一个单元可能是连贯的请一个摄影师拍，那我可能会在中间有去参与现场的部分，去看他的拍摄实际的状况，然后来跟他沟通说，哦，我可能已经有预想的版型，所以可能需要摄影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画面，或者是真的到现场之后，可能也可以体会到摄影的难处，他可能真的没办法做到某种程度的东西，那我在思考我要在版型上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限制，就是这是互相的过程。哎，怎么突然间主持人要问问题啊？因为这个现在已经那个交流的时间跟问答的时间了。线上有好几个人在问，我先带他们问一下。加国斌有问说，这个可能没有直接跟那个设计有关系，但是可能君慈可以带 Verse 解答一下，就是请问 Verse 是如何思考书本就是纸本当然是书和杂志跟网络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关系，会怎么样做主次之分吗？有。这我好像不能带Verse回答，因为这感觉是要铁质回答的。但是我自己对于纸本跟网络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我来说是。然后对我来说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没有主次之分。这是我自己对于网络跟对于纸本的看法。就像是很多人会说网络兴起，纸本式微这件事情，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只是媒体转换，然后纸本一样会继续存在，然后它会用不一样的方式继续，可能maybe 它会走向更精致化，甚至是变成它就算变稀少，它也不会消失，因为它会是一个，我觉得它会是个还是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的看法，但是我不能帮 Verse 回答他们的就是媒体的那个啦，因为对啊，对这个对不好意思。好，那因为有好几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适合帖字来答，我们会把这些问题都转到帖字手上，好不好？那我们再找一个机会看看怎么样答复大家，或者是说在那个频道上面来发表这个帖字的回答，好不好？那关于君慈的线上还有曾子月有问，帖字现在不在了，君慈你可以回答，就是当设计上的想法有一点分歧的时候，就是那比如说帖字他会如何跟你有一点共识，还是你们通常是怎么沟通的？关于设计跟内容这块的比重上面的时候，我只能说，我觉得这个我很幸运，我的客户们都很尊重设计师，就是通常很少，虽然这样听起来，我不知道线上会不会有设计师很恨我，但是通常很少，我很少遇到就是意见有巨大分歧的。就是通常可能真的来找我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大概知道我的风格，然后也可能欣赏我的设计了。所以其实在这一整个设计过程当中，我基本上没有碰到太强烈的分歧。对，就是内容的编排上。但如果真的像有一些是
我觉得我的建议上，然后可能各自有不一样的专业的落差，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大部分我就真的觉得这真的是很幸运，就是我的客户他们都是很能理性沟通，并且理解，这就是其实讲真的，就是好像其实在好好的讲出视觉的需求跟为什么视觉需要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好像在沟通上都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是只能说，Verse 非常尊重设计师。其实我合作的，包含大致也都非常尊重设计师。对，就是这样会被揍。不会，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他像 Verse 和大致，他们都是很懂杂志的人，他们大概也比较想说杂志应该有什么比较有新的可能，所以就会让设计师有更多的主权来把那个设计张力做出来，这样子。然后包含在呈现内容上，如果因为我们都在合作上有一个共识，是我们都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要做一个东西，它是要互相配合的，没有谁是主体，没有谁是次要的。就比如说，如果今天心态上是觉得文字永远是最重要的，不可被变动的话，那它的设计要辅助它的过程，那这两个东西就不会一起达到100分。但是如果我们把两块都想成是很平等的，也就是说，在设计上有时候思考到文字的需求，在文字的需求也会去思考到设计的需求，这样子才能够一起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在跟这些客户的合作的过程中，其实我都会很强烈的跟客户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不会觉得我是设计，然后我就是一个就是你们都一定要听我的或者怎么样子，而是我希望他理解我在讲视觉需求的时候，有时候是站在视觉角度在讨论这件事情。那如果你有文字角度的东西，是在我们都共通也理解的状态底下的沟通下，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件事情达到某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做一个美学好看的杂志就是要舍弃掉文字，或者是做一个文字怎么样就要舍弃掉美学。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要平等的看待的。对，好，线上还有 Kina 很想问君慈，设计和美学的养分从哪里来的呢？你说我等一下，我平常我其实蛮常讲说，我不太喜欢在工作前找很多 reference 这件事，因为我不希望自己的设计呢，就是太看着某一个东西去呈现出来，所以我很讨厌做这件事，因为我的个人习惯。可是我自己却很习惯是就是生活上或者是日常平常很爱看周遭的东西。那周遭的东西不是一定是很有 sense 的一个什么美学的什么东西，甚至是其实就是你很敏感的观察你的生活周遭，有时候可能只是甚至是你去外面你看到一个台湾有时候街道就比较。街道上会有一些阿姨，他们可能会吊一些衣服啊，然后他们把衣服晒在外面，然后他们其实有时候的配色，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会这么漂亮？然后或者是甚至是一些你会觉得很有趣的台湾，就是台湾人他们在收东西，他们把东西堆在旁边，可是他们配起来那个东西颜色或装置，我都觉得那个东西是很酷的。那对我来说，那些东西都是我的养分，甚至是包含我有时候去停车场看到那个贴纸，它可能是贴反光条，然后它可能是一些线条的东西，对我来说那也就是某种 layout， 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养分。然后当然我不会说啊，我就不会去看一些什么书啊或什么之类，当然不会这样讲，那就太那个，应该是说我还是会去看那些书，然后
都是以我喜欢的为原则，比如说我喜欢坂本龙一，我喜欢我想想看我还喜欢谁，我喜欢哪些横尾宗泽啊，或者喜欢一些我喜欢的人，然后从他为出发点去看他周遭的东西，然后当成自己的养分这样子，比较常是这样，然后甚至到近几年我都我反而比较避开一直去看设计书，就是会比较尽可能去看一些其他周遭的东西，然后把它用转化的方式，或是用别种方式去思考。对，所以这设计师还是要回到生活层面上，对不对？就我们现在流行说接地气嘛，就是在生活上要在细节里面找到那个元素出来。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大部分时间是不是在做杂志？那你没有没有，其实没有。我其实做还蛮多东西的。我最近还有一个，可以讲吗？其实也没有差，应该还好吧。就是可以啊，来啊，来。最近有一个展览在松烟文创前面哦，然后他是在讨论台湾的记忆台湾的记忆这件事，然后我就找了5个人，然后做了5感，可能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然后跟什么？反正就是5感，然后呢，我在里面做了视觉的部分，然后我就做了一个互动的视觉的东西，然后它其实蛮有趣的哦，就是这边是卡牌，然后我在里面设计了一些地址。然后那边现场有印表机，然后你可以去选你想要的餐点，然后这些卡牌都代表一个早餐餐点，然后你就可以去印出你自己的早餐餐点。那时候在做的时候就觉得蛮有趣，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当时在讨论要做早餐店，我就觉得早餐其实就是我们很常去那边点餐这件事情。台湾的文化啦，台湾的早餐店有很多种选项，中式、西式，可能在一间就可以满足你所有。所以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也要来做一个跟视觉有关的早餐，然后我想要让大家在体验上，就是直接可以做到像设计师一样在做 layout 的感觉，但是不会太难。然后你已经有图案，你已经有符号了，然后你就可以做出一张属于你自己的 graphic， 然后它是早餐这样子。所以我不只是做杂志，其实我好像做蛮多其他有的没的事，对，互相交错，然后个别都有一些在酝酿。因为线上太多问题了，好，我先承认知，Verse 里面有不少广告。多少无法控制广告主的美学，就是广告客户嘛，对不对？他们的要求，想请问君池怎么在广告和杂志美学里面取得平衡呢？如果是真的就是广告，就是我们收到的广告稿的话，基本上我们是不太能够去跟动它的原稿的。那我能够做的事就是我在配置页面的时候，因为其实设计杂志它不只是设计版面，它甚至是联络版，它都要就是有时候要思考进去。那我们可能在配置的时候会去思考左右页的互相的对应感，就是那个阅读的输出起来的感受上不会太不舒服这样子。但是我们其实是不能去碰那个广告，就是我们不能去跟动他们的原稿。当然我们有广编的部分，那是广编企划，也就是可能也是由我们这边来做设计，然后在那个部分我们能够做的掌控度就会比较高。虽然可能有时候是客户端提供的照片，但是我们可能就可以再用编排的方式去做处理，这样子。对对对。好，明白。曾子月问，在设计 Verse 的初创期，你有参与过其他的杂志吗？外国的哪一本，或者是从哪里得到设计的灵感呢？我刚刚有参考，参考，参考。
应该是说，当时铁志来找我的时候，他可能给了我很多他很喜欢的杂志的 reference，然后我可能有简单的看了蛮多杂志去找一个他可能喜欢的路线，然后他想要表达路线，比如说他希望他优雅，或者是又有点酷。然后但是不会太难以阅读，他希望又有设计感这样子，当然以这样子的逻辑去做思考。那当时可能他给了我蛮多本杂志，但是我们没有特别拿出哪一本去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很决定性说啊，他就是我的参考这样子，可能是应该也是看了蛮多的东西，加上我本来自己就是一个杂志控，就是我的工作室这边拍不到，反正就是另一侧，但是现在也不好移动，因为是电脑，就是也都全部都是杂志，然后都是国外的杂志，然后对我来说，就是其实就跟回到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我不太喜欢在工作前期拿非常多的 reference 当做一个，就是当做一个。我想想看我怎么讲，就当做一个就是依据，比较喜欢是平常可能就一直都有在看一些杂志，然后在思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好内化跟重新整理的方式去把它咀嚼跟呈现出来，那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状态。对，那是不是等于说，对每一本你要设计的杂志都很公平，都是从零开始发展出来的？大致就是之前是有永贞先有一个雏形，因为永贞做了很久很久嘛，那其实大致就有一个永贞的风格，那当时就是在大致的话就会是延续永贞的风格，可是在换一个人之后，我希望还是让别人感觉，因为我不可能去做大致就立刻把它变成，就是那也不合乎逻辑，因为杂志其实我之前有提到过一件事，就是一本杂志它可能关于的是他自己的个性，然后还有关于受访者、关于写手、关于摄影师，然后再关于就是读者，就是各个领域，它不像是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某一个案子，它就是我跟互动的人的本身而已。然后可是杂志它可能牵涉到的是所有人的集合体，然后设计师对我来说已经是退到蛮后面去把它呈现出来的那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像刚刚提到的像大致，他就不会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很个人，把个人放得很前面这件事。对，线上曾子月还问了一个问题，就在设计 verse 的时候，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时间。时间吧，就是时间真的还蛮吃力的，不仅我的时间啊，包含编辑啊、铁志他们的时间啊，就是双月刊，就是因为受访者就是包含想企划嘛，包含受访，然后包含敲定时间、摄影，然后他们种加总下来的时间，还有包含后面的印制时间，所以其实它的所有东西，只要一个东西 delay 了，后面很多东西都会跟着 delay，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设计需要 hold 住那个时间交给印刷，这件事情是蛮大的精神压力。那你 verse 创刊号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定版那件事情，你说印刷还是设计？设计，定版的那个哦，定版嘛，定版其实一开始有一些东西是先设定了一些版型，可是因为就如同刚刚前面提到的所有东西，基本上很多每一个版型办法引用，就是我每画面的视觉感，它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心想一个，就是。layout 至少上是一直跟动的。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会让就是应该也不是说花蛮多时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没有定版这件事，因为我就是会一直动。但是前面确实有定一个版，然后
但是实际编排的时间，就是把整本排完的实际时间，好像只有6天吧，7天，6天7天，我忘了。哇，这是一个正常的时间吗？我不知道哎、但因为是就是比较难的吧，对不对？因为第一期你要把所有的东西建立起来，是一个比较难的，对不对？那对相对对，因为第二期第一期，比较明白明白。所以这个就是时间上碰到的最大的问题了，对不对？对，就是真的是很大的困难，时间真的是还蛮有压力的，然后会很紧张，会很担心啊，读者没办法准时收到怎么办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胃很痛这样子。好，这个就是设计师的困难之处。线上好，我们最后2个问题好不好？就是线上君豪对吗？君豪问君慈，在你排版的设计经验排版设计的经验上，有没有接触过英文和中文并排的杂志？若有，你如何平衡2种语言的视觉设计？那中间需要留意什么东西吗？字形上本来就是比较不一样，但是我分2个区块讲，一个区块可能是中间一起排。对对对，因为就是如果是我想一下哦，对我来说，英文它的符号感比较重，然后中文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还蛮辛苦设计。我觉得中文的设计其实是比英文设计还要再困难的，因为中文的样子它就像是比如说永字八法好了，它可能就是希望它在一个方格内，然后是平衡的、平稳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如果中文稳稳的排，它其实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那其实像我的个性，就是可能我的设计的习惯，我就会觉得一块一块一块的设计，它或许好阅读或什么，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没那么好看，因为它那个符号感就没有那么强。那其实像英文，它的符号感就很强，然后图像感也很强，所以在这2个东西的搭配，一块是讲说，如果它在内文上的话，那你绝对是要注意它的比例上是不是放在一起，是不是会有，比如说中文如果是方块的话，那英文它像符号，它有缺角，那会不会在视觉呈现上，你会觉得英文看起来好像比较小，或者是怎么样的各种的视觉平衡，这个东西要注意。那如果你说的是画面上的排版的话，英文一直以来都是因为它确实像符号，所以它就真的比较好排，这是真的是不争的事实。那中文的应用上这件事，其实我一直都还其实包含像日本的设计师，日本的设计，就是我看很多杂志，他们其实很不害怕用英文当成某一种装饰标或者是某一种应用标，它不是一个主题，但是它可以放很大，它可以当成一个甚至是一个 pattern。我觉得这件事情倒是我还蛮常跟客户有时候在沟通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没有觉得好避开这件事情，我觉得处理中文有一定程度的难度，然后也应该要理解处理中文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尤其我们习惯又用繁体字的话，那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们就是身为台湾设计师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然后或者身为要用中文的设计师会遇到的问题。那但是我会觉得在互相配合的应用这件事情上，也是不用去避免的这件事，因为像日本他们就是也不能讲很幸运啦，他们文化上就有平假名跟片假名嘛，所以他们笔画比较少，所以有时候他们的互相应用的那个变化就很多。那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把自己就任何事情都一样，就是如果你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程度上，然后你就避开英文，你就说啊，你这样子就是属于一个没有办法把东西处理好的状态的话，我觉得反而是设限了你的设计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可惜，所以我会觉得2个东西你能够这样子去配合应用是很重要。然后画面上其实基本上，我相信就是如果是我自己，就是会很直觉的去配置。那当然，如果是版型的话，当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些比较严谨的情况下要去看。但是如果是真的只是 layout，
那个 layout 是视觉呈现的话，那我就会觉得比较直觉。好，那因为这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我综合一下，因为大家好像特别有兴趣想要问你关于杂志这件事情，这个也是我们最后一个重点了。就是你看这么多杂志，你怎么应该是说，你喜欢怎么样的杂志？然后这个中间你怎么看台湾的杂志的风格，或者是这么多国家，你自己本身的分类是怎么分的？哦，我其实，因为我记得你有问我一个问题，是说我觉得好的杂志是什么样，对不对？然后其实我还蛮想回答这个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有非常多我觉得很好的杂志，然后这也是包含是就是像台湾有一个市集叫小志，就是有很多 zine 啊，就是 zine， 就是它不是大型的杂志，然后他们可能都是他们的创作，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都是。我会很喜欢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是诞生成某一个样子，就是它是一个过程，然后他们很充满野性，然后很有力量，很有力道，然后即使它很草，它甚至可能包含草率地，比如说它甚至就是对，或许就像草率地的名字，它可能很像很草率的东西，可是那些东西是也在一个严谨的东西上面看不到的，然后它甚至是必经的一个过程，然后那个东西的能量感很强，就是比起我现在去跟大家谈说啊，我喜欢哪一个已经很成熟啊、很厉害的杂志啊，或怎么样的，我觉得那些东西的能量是对我来说才是设计师要认真去看的，因为你永远保持在那个状态底下，你才会知道哇，就是永远有很新的人，然后他们用很新的想法，然后其实他们很厉害，然后他们可能很年轻，然后可能是你没办法想象他可能才是学生什么之类的，但是哇，他们已经有这么有趣的想法，是你可能就是没有想过的。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有能量，对。所以我比起喜欢一个，当然我有特别偏好的杂志啦，那个我觉得比较不有趣，因为去分享这个，其实大家可能很多地方都看得到我分享，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讲这件事情会比较有趣一点，就是不要讲国外了，就是也不用讲甚至是亚洲就讲台湾好了。我其实觉得在比如说草台季或者是在小志市集，就是台湾的那些专门在卖进的一些市集的里面去看到这些东西，其实是那些东西我都觉得比一本已经很成熟或者有大企业在背后支撑的杂志来让我觉得有能量。然后当然我也觉得台湾有很多以及现有非常好的媒体，然后他们每一次提出来的主题都很有趣这样子。然后我当然很期待那一些就是看似很像很草率，或者是很像很野性的东西，他们最后会变成主流的一个状态，我其实很期待。对，就好像流行音乐还没有进去主流之前，也很精彩，就像是以前可能对，像以前嘻哈可能也现在没有像现在这么流行啊，可是后来他们也变成主流。那其实那一种在崛起过程中的能量，对我来说很吸引人啊，这是对我来说，所以我也觉得那样子的状态是有一种新生命的感觉，对我来说啦，对。所以你作为一个设计师，是一路都在观察杂志的演变、杂志的进化吗？我以前很喜欢看杂志，是因为我觉得杂志里面包含了很多的设计。那尤其是特别喜欢日本杂志，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画面感很强。那我自己也很喜欢看漫画，所以我也会去看那种漫画的封面设计。那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很
迷人，就是我喜欢看很丰富的东西。虽然我的设计并不一定是那么满的东西，可是对我来说，那些东西的拆解、跟内化、跟转化，会变成就是有点类似从我喜欢的东西去分解成我的作品的样子。那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样子。对，好，谢谢，非常谢谢君慈。哎，那个最后你有什么东西要补充吗？你有东西没有？好，因为我们时间刚刚好，哎，真的掌控的非常的不好意思太厉害了。大家，好，我没有很会。谢谢大家，谢谢君慈，谢谢离线了的铁之哥，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也谢谢大家对哲学茶系的支持。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场了，所以也谢谢大家，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哲学茶系。然后我们明年呢会继续带给大家更多更精彩的分享和沙龙的讲座。好，我们明年见，谢谢，拜拜。